盘点大熊猫和饲养员有问有答的名场面。说起大熊猫的语言天赋，那就不得不提一下生活在东北的初心。可能是因为东北的老铁爱唠嗑，所以他们养的熊孩子也都能唠上几句。这天到了下班时间，初心早早的就等在了圈舍的门口，但却不见暮云的身影。奶妈喊了几声也不见暮云回应，于是就让初心帮忙喊暮云，把暮云喊回来吧。就单单初心说暮云这俩字的清晰程度，不知道要打败多少网友的普通话水平。初心不仅会说暮云妹妹的名字，还会说自己的名字。当有游客问他是初心还是暮云时，他也能清晰地说出初心俩字。你是暮云还是初心呢？而初心生活在大连的叔叔金虎，同样会喊隔壁邻居下班回家。这天飞云在外场加班不肯回来，奶妈就让金虎喊他。飞云，而且金虎还能和奶妈对话。这天奶妈做了新发型，特意跑到自己好蛋儿跟前，迫不及待地想听到金虎的赞美。说我好看，说我的新发型好看。我砸你好，你这个熊孩子！但万万没想到，金虎这个小熊精连说带比划的说了难看。成大因为经常用娃和饲养员做交易，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很可以的。饲养员换仔时盆盆奶不加蜂蜜肯定是不行的。但有一次是美奶妈伙同其他饲养员用了声东击西的方法白嫖了成大的娃，成大没得到任何好处。于是后来美奶妈过来给他喂水的时候，他就没好气的和美奶妈吵架。毕竟对于成大来说，奶妈偷走的不只是成大的娃，那也是成大的饭卡。如果饭卡换不来好吃的，那生娃将毫无意义。花花自从当了局长之后，也是喜欢有事儿没事儿就讲两句。最近已经会给谭爷爷安排工作了。如果花菊学会了321上链接，那就更了不得了。大家还知道有哪些会说话的大熊猫呢？前这只呆萌可爱的小平头，就是长隆3胞胎中的老幺酷酷。酷酷有一个招牌动作，就是歪头杀，应该没谁能拒绝一只这么会撒娇的小熊吧。每次酷酷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都是既可爱又清澈，也不失愚蠢。有时候甚至歪头时用力太大，还能甩出几滴口水。后来才知道酷酷这个招牌动作是跟大梁学的。看到大梁和酷酷之间的这种互动，真的感觉特别有爱。酷酷还跟大梁学了玩泥土，看他挠着2下是不是和大梁一模一样。挠着挠着，酷酷就开始躺下用头蹭，然后酷酷看到地上的土疙瘩，顺手捡起一块便立刻坐正准备开吃。很难不怀疑这个铁憨憨是把土疙瘩当成窝窝头了，毕竟这个颜色是真的很像了。估计当时酷酷也很纳闷，今天的窝头量给的挺足啊。别看酷酷有时憨憨的，其实他很聪明。有一次他坐在小火车的车厢上，想问奶爸要吃的，但是奶爸说他把车厢都坐满了，没办法给他。你不要那么可爱呀，酷！我想给你，问题车厢里面装满了，你叫我放哪里呀？对呀，车厢满了，你把车厢坐满了。他听到奶爸的话后，竟然把车厢里的竹子往外扔腾地方，咱就说这智商真的也是很高了。还有一次，酷酷已经把当天的窝头吃完了，但他还想吃，于是就跟青姐撒泼，把竹子撩起来扔得远远的。怎么也做坏孩子了呢？今天你酷跟你二哥学习是不是啊？啊，不给吃的就这样。这小模样看得出是真的生气了。酷酷很强壮，应该是长隆最重的一只熊猫了，它的手臂特别粗壮。奶爸说酷酷量血压的仪器都是用加大码的，所以他小时候也会暴揍狐妹子二哥帅帅。他曾经还把帅帅从树上打下去过，把帅帅都摔懵了，以至于到现在帅帅都很少爬树。有一次奶爸给帅帅放映一家几口的影像，放到妈妈菊笑和姐姐萌萌时都好好的，当帅帅看到酷酷时，急得就开始上嘴咬。看样子酷酷小时候给帅帅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而且酷酷一点都不怕人，特别会营业。自从他的小火车升级之后，他便发明了新的玩法，就是坐在车头前这个像茶壶嘴一样的烟囱上，把手按在上面，秀着自己的大长腿。奶爸说这是酷酷版的泰坦尼克号，因为酷酷从小就长得很特别，浓浓的墨水，五边形的脸，耳朵像个小啾啾，和振声莫名的就很有 CP 感。有粉丝给奶爸看了振声的照片，奶爸也感觉他俩这长相简直就是天生一对。酷，天生一对，酷。真的会忍不住想象，如果他俩生个宝宝，头型会是五边形，还是会腹得正长得特别圆呢？治愈的工作，就是不管你每天就是心情有多糟，或者今天状态有多不好，但是当你打开门看到他，我可以满血复活。李荣奶妈因为最近照顾贤贤仔，
而被大家所熟知。在大家的镜头里，李奶妈对待她负责照顾的熊孩子们总是极尽温柔。她在和贤贤仔的对话中，也会经常自称妈妈。或许她真的已经把贤贤仔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了。爱也是相互的，贤贤仔感受到李奶妈浓浓的爱意，就越来越黏奶妈了，时时刻刻都想要奶妈的抱抱。看贤贤仔这小模样，感觉都要喊妈妈了吧。当然有时候这个妈宝男实在太黏人，馋得让奶妈干不了活，也会被奶妈关小黑屋。李蓉奶妈也会经常给熊猫宝宝制作各种玩具风铃。贤贤仔带着奶妈送给他的精致花环，简直就是小仙熊本熊。有一次贤贤仔看上了他的太阳帽，一把就给他拽下来了。李蓉奶妈还是笑呵呵的，没有丝毫生气的意思。知道贤贤仔喜欢这个太阳帽，就把贤贤仔放在小木马上，面对游客给他试戴了一下。果然李蓉奶妈不仅会照顾大熊猫，也会细心的照顾到前来参观的游客。因为特别宠孩子，到了饭点熊猫宝宝还是挂在树上不肯下来，李蓉奶妈就会搬来梯子把盆奶端上去，举着喂他们。对待苏林的2个孩子是这样，对待蕊蕊仔和贤贤仔也是这样。有一次奶妈正举着盆喂挂在树上的蕊蕊仔，结果小家伙用手扒拉了一下，盆奶瞬间洒了奶妈一脸。即便如此，他举着盆的手都没有放下来，一直到蕊蕊仔喝完。而且李奶妈在这过程中还不忘给游客开玩笑，说这个奶的味道很好。还有一次，李蓉奶妈用长竹竿给苏林仔投喂笋笋，果然有一种饿是妈妈觉得你饿了。然而就是这样满眼温柔的李蓉奶妈，因为无知游客恶意投喂，第一次眼神有刀人的想法。1、2、3，哎呀，妈妈保不齐了，这些东西不能吃哈，我婶婶给的东西不能吃，听到没有？你也是。李蓉奶妈一遍又一遍地叮嘱2个孩子，生怕误食了游客投喂的东西，希望大家都能管好自己，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投喂，为大熊猫营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知人里人气吃西瓜还会吐籽的大熊猫，就是虫洞的懒香懒贵妃，也是全球唯一一只会教奶爸如何给熊猫宝宝舔肚肚排便的熊猫妈妈。作为最会享福的大熊猫，懒贵妃坐月子肯定要有排场，月嫂必须要配3个，一个托娃，一个包笋，一个喂它，而兰香只需要舒服的靠着张大嘴巴就行。兰香在待宰的时候，也是秉承着穷养娃娃富养己，苦谁不能苦自己的原则。因为在虫洞圈舍的门都是开着的，可以自由出入，于是兰香就经常把娃丢在家里，自己在外面浪到半夜才回家。可怜巴巴的小崽崽自己在地上躺得板板正正的，估计是看见奶爸的镜头在拍摄。兰香还象征性的去扒拉2下小崽崽，但话又说回来，哪有妈妈不爱宝宝的？这不，兰贵妃这天又想出去浪了，都起身准备离开了，又定在了那里。这时兰香可能经历了强烈的思想斗争，内心 OS 不行不行，我是个妈妈，我要照顾宝宝的，但是隔壁喊我打麻将3缺1啊，如果我不去，岂不是要让大家扫兴？对，不能让大家扫兴。然后转头看一眼在地上孤勇的小崽崽，就悻悻地跑出去了。所以说兰香也是有母爱的，只是经不住考验。兰香舔娃也需要月嫂帮忙，奶成给娃拖着屁股薅着腿，她才愿意舔上几口。还有一次兰香刚舔了2口，就一脸无辜地望向奶成，像是在说奶成你学会了吗？我可就教一遍哦，以后这项工作就是你负责了。估计奶成最后也是没学会。梁月和鱼宝鱼贝放在一起，梁月一整个粉嘟嘟的，而鱼宝鱼贝却白得发光。当然兰香的娃也是特别好取出来的，根本不需要什么盆奶蜂蜜水，饲养员直接当着她的面就能抱出来。整个过程兰香都是目送，心想快抱走快抱走，今天晚上可别送回来了，人家都2天没睡美容觉了。其实兰香不仅在带娃方面想得开，在择业择偶每一个熊生重要阶段都特别有主意。兰香的工作单位是自己选的，当年虫洞和中心做交换，本来选的是她的双胞胎姐姐梅青，但是兰香自己钻进转运笼里不肯出来，虫洞也觉得这就是缘分，于是将错就错把她带回去了。兰香的恋爱对象也是自己选的，别的大熊猫7、8岁就生宝宝了，兰香一直等到14岁才等到自己的梦中情郎，就是比她小6岁的武阳。在2016年和武阳生下鱼宝鱼贝，又过了3年还是和武阳生下了双虫虫，真正做到了一生只爱一熊。而武阳则是个大猪蹄子，年轻的时候喜欢姐姐，现在年龄大了又喜欢妹妹，如今还经常爬上树偷看隔壁的姐妹花桃帮英帮呢。看来兰香究竟是错付了。今天是兰香的22岁生日，祝愿兰贵妃熊生顺遂。